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探讨一个主题，可能你听起来会觉得很熟悉，但我敢保证，接下来的十几分钟，你听到的会是一个完全超乎想象的版本。没错，我们先来想一想，学校教的光合作用是什么？就是植物、阳光、水、二氧化碳，然后变出能量。很基本，对不对？对，一个很安静、很理所当然的自然过程。但如果我跟你说，这个古老的系统现在正被全世界的科学家用一种近乎科幻电影的方式在骇入它呢？骇入这个词用的非常好。我们收到了您提供的资料，里面有顶尖期刊的论文、大学报告，还有一些新创公司的进展。我觉得这次的任务就是为你结构这场正在悄悄进行的革命。而且我们会发现，这场革命基本上有两大阵营。一派是想办法修复跟强化大自然原本的硬体，就是优化现有的系统。对，另一派更大胆，他们打算干脆抛弃，然后取代整个系统。没错，直接砍掉重练。所以我们会看到基因改造的超级树，它们吸碳的速度远超自然，也会看到能用废弃物制造药品的人造叶片。甚至还有更厉害的，还有能像充电电池一样把阳光直接储存在分子里的全新技术。准备好了吗？这可不只是生物课的复习哦。这是一场关于能源、碳捕捉和工业制造未来的秘密战争。好的，那我们就从最根本的问题开始吧。为什么要升级光合作用？大自然不是花了30几亿年把它做到很完美了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误解。事实上，光合作用的效率出奇的低。根据伊利诺大学 Ripe 喜好的资料，植物真正能转换成生物质的太阳能，通常连1%都不到。1%？这么低？对，问题就出在一个叫做 Rubisco 的酵素，它是整个反应的第一步，负责抓住二氧化碳，但它简直是个天生的猪队友。哈哈，猪队友，这说法很有趣。它怎么个猪队友法？因为 Rubisco 是在几十亿年前，那个时候地球大气没什么氧气的环境演化出来的。所以它的辨识能力很差，常常抓错分子，把氧气误当成二氧化碳。抓错了。对，这个食物会启动一个叫光呼吸的过程，它不但没办法固定碳，还会白白消耗掉植物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能量。所以就像工厂里一个最关键的工人，结果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摸鱼，还顺便搞破坏。就是这个意思，完全正确。原来如此，所以科学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让这个猪队友别再捣乱。资料里提到的那家加州新创公司 Living Carbon， 他们走的就是这个路线吗？完全正确，他们就是修复自然这个阵营的代表。他们直接动手改造白杨树的基因，植入了来自南瓜跟绿藻的基因。南瓜跟绿藻？对，这些外来的基因建立了一条捷径，可以更有效率地处理光呼吸造成的有毒副产品，把浪费的能量重新导向生长。我懂了，就像是给那个摸鱼的工人配了一个助理，专门帮他收拾烂摊子，把废料变资源。没错，这个比喻非常好。那效果听起来很惊人。资料说，这些改造树在实验室里5个月的生长量增加了53%，碳捕捉量也多了27%。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把这种基因改造的树木大规模种到野外，会不会有未知的生态风险？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科学界一直在辩论的。Living Carbon 的策略是先把它们种在像是废弃矿区这种生态已经被破坏、需要复育的地方。从可控的范围开始。对，他们认为在这些地方，这些树能快速生长、固定土壤，带来的好处可能远大于潜在风险。但要推广到原始林地，那肯定需要更长期的评估。了解。不过资料里还有另外一个更有趣的角度，似乎是想从大自然本身去找解答，一种更自然的方法。没错，这就更像是去挖掘大自然的隐藏密码了。美国能源部的研究中心在黑杨木中发现了一个天然存在的基因，他们叫它 booster。推进器。对，它是一个嵌合基因，意思就是在演化的过程中，有3个原本各自独立的基因序列偶然组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全新的超级基因。所以一个是外部加装升级套件，另一个是发现了植物体内原本就存在的超频开关。这个 booster 的效果如何？非常显著。带有高表现量 booster 基因的数目，在温室里可以长高200%，在户外也能高出30%。更厉害的是，这个基因似乎可以被嫁接到其他作物上。哇，这就像发现了一个通用的外挂程式。是的，有潜力提升整个植物界的生产力。好的，这两种方法都是在既有系统上做优化。但我们一开始提到，还有更大胆的一派。是的，如果说前面两种是想把旧引擎调校到极致，那德国马克思普兰克研究所的 Tobias Erb 教授，他想做的是直接把旧引擎拆掉，换一颗全新的。换引擎？他提出了光合作用 2.0 的概念，还设计出一条叫做 CKTCH 循环的人工代谢路径。人工代谢路径，这听起来就完全是另一个层次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组装乐高。乐高？对，大自然的演化一次只能在一个物种的零件库里慢慢修改。但 Erb 的团队跳脱这个限制，他们从整个生命界的零件库，横跨细菌、古菌，甚至人类等9种完全不同的物种，去挑选最高效的酵素。等一下，从9种不同生物身上借零件来打造一个新引擎。没错，像组装乐高一样，拼凑出一个前所未见的专门用来固定二氧化碳的生物引擎。理论上，它的效率可以提升20%到200%。这太疯狂了！那这个东西现在是在实验室的试管里运作，还是已经能放进活的细刀里了？好问题。目前 CKTCH 循环主要还是在试管中被证明非常高效。下一步也是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这个人工引擎成功地安装到一个活细胞里，而且让它能跟细胞原有的系统协同运作。而不是互相打架。对，这一步还很遥远，但它指出了未来的可能性。所以，无论是基因改造、超频开关，还是人工引擎，我们都还是在分子层面讨论。但资料里还提到一个智慧树冠的概念，这似乎是把尺度放大了。对，这点非常实际。因为在田里，就算你有一株完美的超级植物，如果它把阳光都挡住了，底下的植物还是长不好。鲸吞阳光？没错。自然界的植物为了生存会互相竞争，但农业需要的是合作。了解。所以科学家也在思考如何设计整个作物群体，例如改造顶层的叶片，让它长得更垂直，好让阳光能穿透到底部。是一个从微观的基因走向宏观的系统设计思维。正是如此。好的，我们刚刚讨论了如何让植物本身变得更强大，也就是修复自然这个阵营。但接下来故事要进入更科幻的领域了。科学家们正在把光合作用的能力从植物身上彻底解放出来。没错，这就是我们说的取代自然阵营。他们认为，既然植物这个载体有这么多限制，为什么我们不干脆自己打造一个全新的系统？荷兰恩赫芬理工大学团队开发的人造叶片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它真的长得像叶子吗？它看起来更像一块透明的有机玻璃，但内部有像叶脉一样的微小通道。它的运作原理很巧妙，只要把化学原料泵入这些通道，再用模拟的太阳光照射，内壁的催化剂就会驱动反应，直接合成出成品。合成出什么？他们已经成功用这个装置制造出抗疟疾药物青蒿素。这真的太惊人了！想象一下，未来在偏远的雨林，或者在灾害现场，只要有阳光，就能用一个背包大小的装置直接生产急救药品。甚至在火星上，太空人也能自己制造头痛药。对，这个概念还能再往前推。南果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示了一种更先进的人造光合作用技术 APOS。他们的系统不只用阳光和水，还能利用废弃的有机化合物当原料。废弃物？对，例如他们用工业生产碳纤维时产生的有毒副产品，已经透过他们的系统，不仅能处理这种废料，还能把它转化成有用的化学原料。等一下，过程中甚至还产生了绿海晶。绿海晶？
一种清洁能源。没错，让我理一下，这等于是一举三得，处理了工业废料，制造了高价值的化学品，还顺便产生了干净的能源。就是这样，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价值的定义。过去我们花钱处理的废物，现在变成了能同时产出药品和能源的金矿。这就是取代自然这个想法最迷人的地方。是的，它不受生物演化的限制，可以被设计来解决非常具体的人类工业问题。除了人造叶片这种硬体，资料里也提到微生物，它们似乎也是这个领域的重要角色。是的，科学家正在把细菌改造成微小的燃料工厂。有一篇研究摘要就指出，透过基因工程，他们让细菌去生产一种叫做 Fumicins 的分子。Fumicins 这是一种聚环丙烷化的碳氢化合物，结构非常特殊，能量密度极高，而且比传统燃料更稳定。能量密度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非常适合作为需要轻量化、高能量的燃料，例如航空业甚至火箭。哇！想象一下，未来的飞机或太空船用的燃料，可能是在一个巨大的发酵槽里，由一群吃着糖、晒着太阳的细菌制造出来的。这将会是永续燃料的一大突破。没错。好，从超级植物到人造叶片，再到微生物燃料工程，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把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或生物质。但资料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一个更前卫，甚至可以说是终极挑战的想法。对，到目前为止，我们谈的都是如何使用太阳能，但最后这个概念是关于如何储存太阳能。储存？如果我们能直接把太阳光的能量像装进电池一样储存起来，等到需要的时候，再以热能的形式释放出来呢？这就是分子太阳能热储存系统 MOST。是的，分子级的电池，这听起来完全是科幻小说的领域了。您提供的这篇化学科学期刊论文，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东西在现实中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完全无法想象。好的，我们试着把它具象化，想象一个特殊的分子，我们称之为 BOD。BOD， 当太阳光照射到这个分子，光的能量会被它吸收，然后迫使它的化学键重新排列组合，像变形金刚一样扭转成另外一个形状。哦，变形？对，变成一种能量更高的异构物，叫做 TCO。这个时候，太阳能就被锁在 TCO 的分子结构里了，而且这个状态非常稳定，所以能量就这样被冻结在分子里面了。那要怎么把它拿出来？这就是最巧妙的地方。当你需要能量时，只要透过一个催化剂或稍微加热，就能触发 TCO 变回原来的 BOD 形状。变回去。在这个变形回去的过程中，之前储存的太阳能就会以热能的形式一口气释放出来。哇哦！整个过程是一个封闭的循环，没有任何排放，就像一个可以无限次用阳光充电的热水袋。这太不可思议了。那它的效率和稳定性如何？毕竟电池都会衰退。这篇研究最惊人的数据就在这里，他们展示的 BOD TCO 系统可以重复充放电超过645次，效能的降解率只有 0.01%。0.01%，这比许多锂电池的寿命还要长，而且它储存的能量密度比目前常用的同类系统高出76%。更厉害的是，透过微调分子结构，科学家甚至可以控制能量的储存时间，从几秒到几分钟不等。是的。等等，它释放的是热能，而不是电力，对吗？那它的应用会在哪里？对，是热能，这让它的应用非常独特。它可以整合到建筑物的窗户涂层，白天吸收阳光，晚上释放热能来取暖。哦，也可以用在需要精准热源的工业制程，甚至是医疗领域。它解决了太阳能最大的问题——间歇性。对，晚上跟阴天。没错，它提供了一种在没有阳光时还能使用太阳热量的方式。好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看到了光合作用早已不是教科书上那个静态的图表了。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前沿科学领域。我们看到了修复自然的阵营，他们用基因工程打造出超级树；也看到了取代自然的阵营，
他们用人造叶片把废物变成药品和燃料。最后，甚至还有能将阳光直接装进口袋的分子电池。没错，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核心事实：我们正在学会用前所未有的、更直接、更有效率的方式，去驾驭地球上最古老、最根本的能量来源。而这也引出了一个非常值得你在听完之后自己继续深思的问题。你想想看，自然的演化花了数十亿年的时间，透过无数次缓慢的试错和偶然，才创造出我们今天所知的光合作用。是的，但是现在，人类在短短几十年内，就透过结合不同物种的基因，设计全新的化学路径，创造自然界不存在的分子，变出了数十种甚至数百种新版本的光合作用。当我们能够如此迅速地去重写这个星球最底层的能量操作系统时，这对我们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